本周新闻提要：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将复产500公里弹道导弹，未来将能直接威胁到莫斯科的安全。俄罗斯战争潜力即将耗尽，挪用印度 T-90S 上战场，却遭到乌军无情摧毁。伊朗用货轮改装无人机航母，未来将具备海外干涉能力。下面由大兵带你一一了解。来自俄罗斯媒体的消息显示，乌克兰政府很可能要重新制造射程达到500公里的改进型 9K714奥卡弹道导弹，同时还打算继续制造射程110公里的原点 U。这些导弹呢，有相当一部分会安排在其他国家生产，一旦量产并且装备，那么乌军就不再需要美国的 MGM-140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了。当乌克兰国防情报局长被记者问及此事时呢，表示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俄罗斯本土只会遭到更多的袭击。相比原点 U 和伊斯坎德尔，这款奥卡导弹的名声呢是要小很多了。实际上呢，这是一款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装备苏军的弹道导弹，但是由于美苏中导条约的规定，不得部署和生产射程500公里以上的核武器，使得该导弹在仅生产了167枚后就停产了。已生产的导弹连同生产线也被全部销毁。按照官方数据，奥卡的射程达到500公里，最大速度8.6马赫。它采用多重突防手段，在其设计之初，该导弹是被用来搭载核弹头的，其原概率偏差在350米以内。然而，随着后期出现的雷达末制导型号，让其精度进一步得到提升。奥卡的设计师曾宣称，奥卡当时要比西方同类武器先进一代。而设计并生产奥卡的南方机械设计局虽然现在就在乌克兰境内，但是如今生产线没了，但设计图纸还在。此前，俄军已经将太多的导弹消耗在了攻击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上，这也让乌克兰的军工业获得了一定的喘息和恢复时间。很明显，一旦乌克兰量产，那么对俄罗斯本土的威胁并不次于乌克兰此前心心念念希望得到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也将成为乌克兰首款可以打击俄罗斯本土的弹道导弹。弹道导弹的破坏力远不是此前攻击恩格斯空军基地的图141无人机可以比的。毕竟乌克兰同样作为继承苏联雄厚工业基础的国家，想要研发生产先进武器并不是难事儿。此前主要是因为缺钱，但是现在呢，没有什么比获得更远射程，让敌人受到同等攻击的武器更重要了。此前，乌军对恩格斯空军基地的打击已经成功迫使俄军疏散了部分部署在这里的战略轰炸机。不过呢，相比俄军对乌克兰电力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军对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基地的打击效果终究有限。即便是在袭击中摧毁了俄军的战略轰炸机，也无法让乌克兰拥有跟俄罗斯一样的对等还击能力。如今，随着这款导弹的复产，也让乌克兰不再是被动挨打的那一方了。相关社交媒体照片证实，印度的 T-90S 主战坦克首次出现了乌克兰战场。在发现时呢，该坦克已经被乌军摧毁了，全车发生火灾。虽然车身被烧毁，但是仍能看到 T-90S 的外形特征，包括其安装在炮塔后方的烟幕弹发射器，以及没有安装窗帘主动红外干扰系统，这都是印度 T-90S 的特征。那么为什么印度的坦克会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原来这些 T-90S 是印度陆军送往俄罗斯接受升级的，但是由于最近呢，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使得俄军不得不挪用印度的坦克，但是结果却遭到摧毁。目前暂时还不清楚俄罗斯方面会如何补偿印度。但是不管是否给予经济补偿，就俄罗斯军工业目前的状况来看，想要用新装备偿还的话，估计需要很长的时间。乌克兰方面的估计显示，即便是现在立刻结束战争，俄军想要恢复其常规军力，在充足资金的支持下，也需要5到10年。而且现在的俄罗斯军工业正全力满足俄军的需要，根本顾不上出口其他国家了。最近呢，这些国家也基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包括印度在内，已经有多个国家主动取消了和俄罗斯的军购合同。至于老早就与俄罗斯签合同，打算购买苏35战机的伊朗，最终是否能拿到，现在也很难说了。下面咱们看一下最近一周的俄乌战况。
在1月3号到1月5号的3天时间里，乌军海马斯火箭炮连续袭击了巴赫穆特东部瓦格纳集团的宿营地赫尔松州度假村、俄军独立第10特战旅宿营地，以及顿涅茨克州马卡耶夫卡俄军动员兵宿营地等一系列的俄军宿营地。再加上在巴赫穆特、马林卡等阵地战俄军的损失，按照乌军公布的战绩，仅3天时间，俄军就已经阵亡了2100多人。要知道，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军和塔利班打了20年都没有阵亡这么多人。其中呢，最让人吃惊的是，俄军指挥官居然把数百名士兵都堆积在一个大楼里，下面再装满了弹药，这简直就是人弹混装。乌军4发火箭弹过来，该地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死亡地狱。此时呢，俄军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大量士兵使用手机，造成了信息泄露，导致被袭击。但是关键是，俄军早在叙利亚战场时期呢，就开始加强手机通信管理。看来这么多年过去，其成效并不明显。同时，这件事呢，也反映出俄军前线作战体系的漏洞。从乌军侦测到无线电信号，到定下打击决心，再到组织火力射击，这中间呢，肯定会有比较活跃的电磁信号和部队活动的特征。但顿涅茨克战场上的俄军显然对此浑然不知，显得其军事素养更像是一伙民兵组织。而另一边的乌军呢，最近有消息显示，美国正在支持乌克兰进行算法战争。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五角大楼正在探索使用人工智能来分析传感器数据并识别目标。说白了，就是将俄军的数千次、上万次炮击行动、地面进攻行动的所有路线、时间、打击方式、打击精度以及攻击位置等等，全部输入电脑，从而计算出俄军的行动规律、战斗习惯以及俄军指挥官的思维方式。这样呢，乌军炮兵就可以通过电脑算法获得俄军进攻路线和撤退路线，进行守株待兔。在战线方面呢，英国天空新闻和俄通社都报道了乌军已经抵近克里米纳郊外，与俄军发生了战斗。俄通社称，俄中部军区代号勇敢的欧击团成功击退了乌军对克里米纳的进攻。此前该社还报道，俄军西部军区第76空降师在克里米纳击退了乌军进攻。鉴于俄军2支精锐部队76空降师和欧击团都露了面，因此大兵猜测最近这几天乌军的攻势可能不小，俄军形势比较紧急。而至于俄军进展方面呢，俄罗斯军事博主称，瓦格纳这几天呢在苏勒达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几乎已经到达了属于阿尔乔姆公司的著名的盐矿。苏勒达尔地区位于巴赫穆特的东北方向，该地区的防御体系呢是依托盐矿矿井构筑，其牢固程度完全可以和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地下堡垒相提并论。矿井为混凝土加固构成，深达150到280米，井道宽17米，高13米，井道内有轨道可以用于运输。目前乌军已经依托矿井建立了防御体系，并在矿井中往来运输物资和人员。如果说此前瓦格纳进攻巴赫穆特是在啃硬骨头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到了啃钢板的时候了。基辅独立报记者在总结1月3号局势时称，基辅预计在未来4到5个月内，俄罗斯还将损失多达7万名士兵。这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在接下来4到5个月中，乌军将会有大动作。而这4到5个月呢，也应该就是乌克兰方面定下的结束战争的时间期限。而大量歼灭俄军有生力量也是往后的主要策略。按照这个估计，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军阵亡人数很可能将突破20万大关。接下来，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国际局势。日本扩充军费、军事部署等动作，让正处于敏感时期的俄罗斯紧张不已。1月3号，俄罗斯副外长就日本2023年扩充国防预算一事进行警告。据了解，日本将在2023年国防预算大幅增加26%，以及计划在北部岛屿部署超音速导弹。再加上联想到此前，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在本月4号向日本驻乌克兰大使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方便的时候访问乌克兰，这也不得不让俄罗斯担心来自后方的威胁。其实从现实威胁角度来看呢，俄罗斯2023年国防支出将增加到4.9万亿卢布，约合671亿美元，
虽然比2022年增加43%，但是考虑到俄国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乌克兰战场，所以日常防卫支出未必有大幅增长。而日本2023年的国防预算呢，总额达到了创纪录的6.8万亿日元，也就是510亿美元，增幅达26%。加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此前曾决定，从2023年度起，5年的国防预算总额增加至43万亿日元，约合3180亿美元，平均每年为636亿美元。比当前5年大幅增加56.5%。如果达成目标，日本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世界第3大军费开支国。如此大规模的扩充，也代表着俄罗斯不考虑使用核武器的话，日本在远东地区将对俄罗斯具有绝对的海空军事优势。这种优势呢，在今后5年还会继续加大。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坚科警告称，如果日本延续这种趋势，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适当的反制措施，以阻止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除了日本之外呢，最近伊朗也有大动作。最近有美国侦察卫星在伊朗南部港口城市拍摄到了一艘正在干船坞内实施改造的伊朗货轮。可以看到，这艘货轮的左舷加上了一个奇怪的外漂结构，类似于航母的外漂甲板。随后，美国又通过某些渠道从空中拍摄到了这艘货轮的详细图片，可以看到该货轮像是在左舷加上了一节飞行甲板一样。同时呢，在货舱、驾驶楼等区域，这艘伊朗货轮也有一定的技术改进。美国海军据此判断，伊朗海军这是在用一艘货轮的船体改造所谓的无人机航母，具体怎么个改法，目前还不得而知。其实从历史角度来看呢，此类航母改造确实可行。英国是最早将民用货轮改造成固定翼飞机、直升机的临时航母。改造完毕的民用版航母能够在甲板上搭载14架海鹞战斗机，以及一些2栖作战车辆，以及大量的补给物资。不过呢，作为一艘民用商船改造的航母，该舰的脆弱性同样可想而知，最终在马岛战争中被阿根廷战机击沉了。而对于伊朗而言，自家呢也有相关经验。伊朗海军的莫克兰号海上基地舰就是从大型油轮改装而来的。如今伊朗在莫克兰号的基础上再做改进，用货轮改装航母也不是什么问题。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它有甲板下方的机库，但是它的这个货舱设计又确实有些独特。在搭载无人机时呢，很有可能会将一部分直接放在飞行甲板上，另一部分呢则会收纳在隔舱里，需要的时候升到飞行甲板上。还有另外一部分不排除会使用液压机械升降系统，比如有名的 Shell 的136无人机，伊朗呢可以将发射箱从舱室内直接升到甲板上实施发射。如果能够将这艘无人机航母拉到地中海或者印度洋，再加上 Shell 的136那1000公里以上的射程，这就意味着伊朗海军完全具备了在假想敌的航空兵作战半径之外对大陆目标发动进攻的能力。而且以无人机的小体量、航母的大体量来看，这种进攻还可以持续相当长时间，是一种不错的进攻手段。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无人机航母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